今天呢是我们这个玉珠集团新年之后的第一次董事会，我们今天主要议题讲的就是设立海外中转仓，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海外分公司这么一个可行性的一个呀。您怎么来了？我来还是符合章程的。我虽然撤了股，但是我还是玉珠集团的监事啊，有列席权呐。您这样，叔坐在这里，好吧？我添个椅子。哎呀，别，哪能呢？你坐啊。您坐。老吴啊，我也听说你来了。那您坐我这儿。爷爷，你坐。您坐我这儿。跟你孙子坐一起吧。好。哎，坐。好。哎呀，这个刚才您没有听到开头啊，我们今天想做的这个会呢，是要研究建立海外中转仓和海外分公司的这么一个议题的一个可行性的一个研讨啊。小王，你给老爷子也发一份资料。好。请大家把资料翻开。这个资料第一页呢，我做了一个详细的这么一个。你发是什么东西？你发错了自己不知道啊？他没有发错，这是我交给董事会今天要讨论的议题。鉴于目前公司的状况，我建议集中所有资金针对国内海外分公司和中转仓的计划无限期推迟，收缩开支，准备过冬。陈董，您的这个战略，如果按以往来说的话，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今年公司真的太困难了，不应该轻易的去冒险。困则思变这个道理，你听到没有？变也需要选择时机啊。您不觉得您这个决定有些太危险了吗？那请问你看到了哪些危险？我首先请问的是，你哪只眼睛看到了危险？董事长，今年因为我们召回，在海外的利润是急剧下降，现在各部门的压力都非常大，资金周转非常紧张。我认为设立分公司、建立中转仓库没有什么不对的。资金呢？中转仓也没有风险，什么时候能收回资金啊？万一中间的资金链断了，谁负责？你们要相信董事长，董事长是实地考察过的。可我们国内的市场已经被蚕食了，所以我们才要向外扩张，杀出一条路来。哎，杀什么路，扩什么张啊！你真是。不好意思，各位前辈，我想打断一下，说几句。好，朱演讲。我父亲曾经讲过，商机稍纵即逝，贵在抢占先机。那么既然是抢，可能我们这一次真的要冒一些险。关键的是啊，这个险到底值不值得一冒？如果我们能在欧洲站稳脚跟，以中转仓为支点，向其他的城市扩张，2年，玉珠集团在欧洲将不再有对手。理论还是要结合实际的。我还是要强调，以公司目前的状况，2个月都撑不住。这样吧，我们现在呢，进行一个举手表决，好吧？哎，你们投票，我就得回避一下子了。您不要回避，我们还指望着您给我们掌握大的方向呢。我都干坐半天了，能不能让我这个列席人员建言献策一下子？好啊。提早撤出来了啊，按说没资格，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跟江河和玉珠他们的关系，我对这个集团是有很深的感情的，一路看着走过来的，放不下。老吴他们2口子那天躲债，我是出去要挡着那些讨债的厂长啊，酒不够还是从你们家拿着呢。所以那些年你就跟着我，给公司卖货，10几个摊，上货进货，都是我们俩跑下来的。是，
当时确实不容易。而今天呢，已经是掌控国内贸易的老总了。玉珠能走到现在，有我们每一个人的打拼和回忆。得守住这个不易。我说完了。我觉得我叔讲的特别好，这是我们需要保持这个理性啊。刘董不在，我们现在这个有效的票是8票，现在来投。说同意建立海外分公司和建立海外中转仓的董事，请举手。那这样啊，陈总，我想问一下，如果您这个方案改变一下，中转仓可以建，但是先建2个试试，然后再逐步的扩张，这个建议你能同意吗？我觉得王总是在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折中的这么一个策略上出发的。我认为他的建议非常合理，我同意。那好，先建2个试试。4票对4票，议题搁浅，3议，散会吧。再跟你们强调，自己的命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你到底听见了没有？你不要忘记了，我是公司的董事长，我也是整个集团最大的一个股东，我是可以行使1票否决权的。你当然可以。我骆玉珠撤出股份。分家。台阶啊！师傅，哎，去把蛋糕拿出来。好。小心点，别碎了啊！好。王旭。啊。这个我那瓶酒哪去了？什么酒啊？就是我平时最喜欢喝那瓶酒啊。哦，让我妈放的，我不知道。啊。那谁放的？你去问谁啊？给我找出来。妈。啊？我爸问你，他最喜欢那瓶酒放哪儿了？我哪知道他最爱喝的是哪瓶酒啊？就在酒柜里，自己找吧。那瓶酒，我爸最爱喝那瓶酒。蛋糕放中间啊！那瓶酒找不着怎么办？要不知道怎么办？今天就应该用最好的酒，赶紧去问，找一找，快去找。妈。反正我的东西啊，王旭，你听着啊，不要乱动，好吧？
这个蜡烛挂上面，等着睡啊。都睡了，随便。